把这个前面这话重新再说一遍啊。好，下面我们开始啊，咱们今天的正式课程。那么我们先来啊，先用这个碳条起个形，可以先从啊，可以先以这个武松啊，以武松这个手，对吧？手这个地方为起点，为起点。那么它这个起点基本上在指的一个中间的位置，对不对？然后起点下来到老虎的头啊，老虎的头在这儿，在这个位置啊，倾斜过来就是这样的啊。然后这边以武松的胳膊肘地方啊为起点，延长下来到膝盖，延长下来到老虎这儿啊，把它的一个外轮廓画出来，对吧？外轮廓画出来，老虎呢是这样的啊，是这样的一个动态啊，这样的一个动态，身体要扭曲过去，可以把它看成两段啊，两段长方形。这尾巴，好家伙，差点又大了啊！缩小，头部缩小一点。好，手在这儿啊，手在这儿。头在这儿啊，头在这儿。认真画一张啊，认真画一张。啊，身体是这样的啊，手是这样的，那么整个的这个胳膊这条线还是比较直的啊，还是比较直的，对吧？很直的一条线。这上面这个手呢，不要画太长，是在这儿啊，举起来的这种感觉，再往上抬一抬，举高一点，可以举高一点啊。稍微举高一点啊，好，整个的动势啊就是这样啊，整个的动势，腰带的地方啊，腰带地方，然后骑在老虎身上啊，骑老虎身上。起住了，是吧？这回起住了。那么手和这边腿基本上是齐平的啊，这个拳头啊，拳头它的一个横向的一个位置啊，与这个膝盖这一块基本上是齐平的一个位置，对不对？脑袋是一个方形啊，一个方形或者一个圆形都可以啊，一个方形或者一个圆形都可以。然后呢，脖子部分扭过去，这样扭过去。然后这个腿啊，武松的这个腿，那么这是个膝盖啊，它是有一点这种蜷着的啊。然后呢，后腿小腿往后，看到没有？小腿往后，到这儿呢是它的这个鞋啊，脚。有一点蜷着的感觉啊，要把这个蜷着的感觉画出来。然后这个老虎从它的
胸前部分然后是它的一个前爪比较粗比较大，这个前爪特别的大啊，画的比较粗大，基本上是这样了。然后按照刚才的这个方法啊，把它的什么嘴呀、眼睛啊这个位置给它定出来啊，定出来。中线给它定出来啊，就几个圈其实就是几个圈，对吧？几个圈就给它定出来了。一个圈、两个圈、三个圈、四个圈啊，加这个嘴巴张开的话就是5个圈，5个圈就给它定出来啊，定出来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后抬头看一眼啊，看看武松这个头再往上去一点啊，还得最重要的就是武松了。衣服的这个开襟，这回好像问题不大吧？看一看啊。刚才老虎画大了啊，刚才老虎画大了。就刚才画的时候，画之前就预感呢有可能画不太好，所以我从老虎开始画的，明白吧？因为那会儿就感觉不是特别好。老虎画坏了可以修，是不是？武松画坏了就不好办了，所以我从老虎开始画的，没想到呢，一下给画大了啊。好了，头巾看看。按照这个三庭五眼啊，我们按照三庭五眼的这个方法，好不好？按照三庭五眼的方法来。眼睛啊，基本上是在这个脑袋啊，脑袋的加头巾一起啊，脑袋的中线这一块啊，中间部分基本上是在这儿。那么这也是眼睛啊，眼睛，对吧？然后这是哪儿？颧骨。眼睛完了，鼻子在这儿，嘴巴在下面啊，嘴巴在下面，对吧？就是大概啊，就是这样。我这炭条太粗了，不适合再往里画了啊，炭条过于太粗。哎，然后这个你看老虎尾巴，那么接着呢，老虎这块它应该下来了。哎，到这儿，武松的这个衣服飘起来的宽袍大袖，好，瞅一眼。差不多了啊，差不多了。可以接着拿个铅笔啊，铅笔稍微的把它的五官呢稍微的画一画啊，用铅笔。铅笔好像有点浅了。
好，那差不多啊，差不多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铅笔起的大家能看见吗？是不是看不到啊？哎，注意这个透视啊，很多同学这个脸呢一边大一边小，他老是画的一样大。对，刚才打了个稿啊，你看看这半边要小一些，这半边要大一些，所以无论是这半边的眼睛啊，还是什么都要小一点啊。它可能小的不是特别多，但必须得有啊，必须得有。我看之前的画的那个人物啊，带人物的啊，其实你想画的那个叫什么？画的小白兔那张啊，小白兔那张，对吧？那个是一个侧脸，那么侧脸呢，大家好多就是没有把这个分出来啊，没有把这个透视两边脸啊一大一小，这个没有给它分出来，基本上是一样大，所以肯定就不行啊，肯定就不行。所以你起码要把这个一大一小的这个感觉啊得有啊，感觉得有。武松这眉毛特别浓啊，挑这么高，特别夸张。你看眉毛挑起来很高，眼睛是在这条线上面啊，那么眼睛呢就是在这条线上面就可以了。眉毛往上去一点啊。哎，算了，一会儿就用毛笔画吧，描不动了。拿一个小白，这个我这是大白云啊，这大白云用大白云就行了。觉得大你可以换一支小一点的，用小白云啊。觉得不小你就可以用这个。毛笔干一些，干一些。眼睛不要画太大啊，因为它是低着头的，对吧？它是低着头的，所以眼睛不宜画太大啊。毛笔一定要干。睫毛，眼睛挡住一点啊。眉毛，眉毛非常的凶猛啊，非常凶猛。好，那么这边眼睛啊，同样也是在这条线上啊，注意两眼之间的一个距离啊，不要太大，顶多就是一只眼睛的距离啊，顶多就是一个眼睛的距离。
眉头皱的有点厉害。我感觉我都皱不出这个效果来啊，这个有点太夸张了。最重要的就是鼻子这条线了啊。毛笔一定要干一些啊，毛笔还是湿。好，嘴巴，嘴巴好简单啊，它这个嘴巴呢比较简单。主要是把嘴角的这个感觉啊给它画出来。嘴唇也比较薄，对吧？基本上是以颜色为主啊，它这个嘴唇，包括上面啊，也是以颜色为主。这个下巴，线条的虚实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个轮廓线不要太实了，然后脸要方一点啊，像这样的地方啊要方一些，看到没有？比较方。头皮上，好，往这边啊，我们把耳朵画一下，把它的脸型啊给它画出来啊，脸型给它画出来。耳朵要高一些啊，耳朵要高一点。啊，头部大概就是这个，大概就是这样啊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回头啊，这个其他的地方呢，就全都是靠我们后期的这种渲染。比如它颧骨这一块啊，它的这种轮廓感，这种方硬的感觉，那么就是靠我们后期这个染色了。
好，把头巾头上不知道戴的是个啥，叫宝石。像我本人，怎么能像我本人？这谁画的画都像谁呗，都有谁的影子，是不是？我可没他那么厉害，还敢打老虎啊！我要碰到老虎了，我肯定说先别吃我，对吧？先让我写生画一张。先让我近距离的观察一下。咱肯定是不敢上去揍他，对不对？咱肯定是不敢直接上去揍，不敢。注意刘继友的这些线条啊，它既有这种中国传统这种线描的这种钉头鼠尾的这种用笔啊，用笔方式，又带有西方这种速写式的这种感觉啊。手肯定会哆嗦呀。肯定会怂啊，肯定不能跟武松似的，敢打老虎，反了还。稍微皴一皴啊，这个是也不知道是我的这个纸太生啊，还是怎么回事？为啥这么湿呢？画出来线条，跟它那不一样啊，它的感觉特别干，画的特别传神啊这一块。人物的，他对于人物啊这种形体、骨骼结构
了解特别仔细。他是因为喝了酒，是不是？我喝了酒更废了啊！我喝了酒，老虎把我吃了，我都没感觉，睡着了就。好，胸前这一块啊，这根线条要往上倾斜啊，往右上倾斜，转过去啊，线条要有力量，要有钉头鼠尾的感觉，特别强烈才行啊，特别强烈。所以说它的既有这种中国传统线描的这种用笔感觉啊，又有西方速写式的这种味道，两者结合的一个产物啊。到胳膊肘这块啊，摸摸自己的胳膊肘啊。那么如果是有肌肉的话，它要往外稍微出来一点，再往里面收，再往里面收。注意这几组衣纹的啊这种力量。那么你想啊，画出这种感觉呢，你可以参考永乐宫壁画。永乐宫壁画的这种人物的线条提炼，就非常的精准啊，一笔不多，一笔不少，而且每一笔都是这种钉头鼠尾似的，特别有力量啊，力量感特别足，对吧？如果想练好这个线描，你可以参考一下参考一下这个永乐宫壁画的这个。带个弯儿，沙包大的拳头。来，手上戴的是一个，咱也不懂，这个叫啥？
所以说啊，一般能画连环画的啊，都是大师。你要注意了，这几个指头啊，要注意一下。我这个中间距离好像大了一些啊，好像大了一点。这个块哪一块画高了啊？稍微手举高了啊，举高了一点。这一块画小了，这一块啊，这一块画长了。拳头大一点啊，拳头要大一些。注意线条的这种提按啊，提按。那么第一个指头，大拇指，这一看就不是画画的手。一个指头顶我俩那么粗了。毛笔一定要干一些啊，毛笔一定要干一些。好，第一个指头，我们来分一下啊，先来分一下，先从这个开始，这个呢是一个中指啊，是一个无名指，是一个无名指。到这儿啊才是中指，这个才是中指啊。中指比无名指呢又略显高一点，啊，又略高一点啊。旁边食指，全握里边，无名指、小拇指。那么这几个指头基本上是在整个的手的一个中间的部分啊，中间的部分握紧之后啊，在中间这一块。好，稍微抻一下啊，稍微抻一下。好了，那么拳头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啊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啊。
注意点虚实就可以了，线条的虚实啊。那么它这个呢，其实是画的比较紧的一种，这种染的比较结实啊，染的比较特别结实的感觉了。然后这上面啊有一些装饰，不知道是云呢还是啥，还是水浪，搞不清楚啊，随便勾一勾，点一点啊，勾一勾，点一点，哎，差不多了啊，很快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啊，回过来呢，把身体部分呢，要给它好好的刻画一下了。这个围着肩膀啊，围着肩膀这么转过来，看，围着肩膀这么转过来啊。每一笔都要送到位啊！你看每一笔都像写字一样写到位，你不要歘一甩，歘一甩，是不是？好多同学都是这样的啊。点评作业的时候，我老说这个问题，线条送到位，它虽然这边很虚，但是也是送到这儿停下来的，不是说画了一半全靠甩，那不行啊。那样画这个线条质量永远不达标啊，永远不达标。就像写书法一样嘛，这个你看，就像写书法一样啊。有一定的起伏，要注意一下你褶子的这种起伏变化啊。这些线条围绕的是它的一个机构，对吧？这是哪儿？肱二头肌，对吧？哎，
线条一定啊得有力，是吧？啊，线条一定得有力，具有这种书写性，它就有力量啊；没有书写性啊，它就没有力量。你看，尤其是到了小手臂的时候，它是有肌肉的这种弧度啊，肌肉的弧度，往往一些转折圆中见方啊，圆中见方。别画长了啊，手臂别画长了。略微长了一点啊，略微长了一点点。好，把下面这个手画一画啊。这大手。你要画不准，你先起形啊，先把形给起出来，一根一根的给它分好，分好再画啊，画不准你就分好再画。这个手好像没画好啊。我用干毛笔皴啊，这个毛笔现在太湿了，不适合皴。这块小了，明白吧？这块空间不够了，就是说这个画长了啊，也就是一开始就说这个这段画长了有一点。
回头就靠这个皴染呢，靠皴染的时候能给它这个虚化一点。沙包小了一点啊。好，我们尽快把这个勾完啊，勾完了就快了啊，其实勾完就快了。这张画呀，就是这种勾线呢比较费劲。好，然后这个腰带啊这块呢，你就随意一点啊，稍微随意一点。只要说底下这块啊，底下这块能给它画明白就可以了。像是系了一块布就可以啊。好，到这个先把这个100的这个主线条给它画出来啊，先把主线条给它画出来。是吧？主线条画出来啊，要灵动，要有带风的这种感觉啊，带风的感觉，是吧？有一点这种飘动感。有一种飘动感啊。来，再把这个带子给它画一下啊，这边纸带。
啊，然后这个小飘带啊，画的时候可得注意。它的一个层次啊，其实呢，这个主要是什么？主要是后面这个层次要把它画出来，里边比较复杂的地方这一块啊，其实呢，让它模糊一点呢，就是说交代的不是特别清楚，在里边也没关系，因为通常我们只会看边缘啊。所以外圈的像这样的地方，给它交代清楚就可以了。然后通过染色啊，染出它的一个区别来啊，比如有红的，有紫的。啊，然后这边的裤腿啊，裤腿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它的这个老虎耳朵啊，这一块呢是一个老虎耳朵啊，这个老虎耳朵别画错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先画这个，先画老虎啊，先画老虎。画完之后呢，再根据整体的情况啊，看哪需要调整再调整，对吧？主要是靠勾啊，这张画呢主要是靠勾，线条。看不明白，为什么看不明白？哪没看明白？腿感觉还得往下来一点啊，它骑着，这是个这个腿啊，它蜷在后面了，所以后面那一截呢看不到了啊。我们先把脑袋画出来啊，画出来再来调整啊，根据这个情况再来调整，好吧？现在没必要画的，因为还是得根据这个老虎的情况啊，然后来调整一下这一块。好，那么画老虎，刚才已经画一遍了，对吧？画老虎，刚才说了啊，这个圈这个线上是什么？是老虎眼睛啊。老虎呢，它也是一个什么侧面的啊，一个侧面的，所以这条线倾斜一点啊，倾斜一点啊，眼睛在这儿啊，眼睛随意一些，随意一些，不用太拘谨啊，不要太拘谨了。鼻子。这个眼睛是一个侧面的眼睛啊，所以看到的部分很小很小。眼珠，
那这边眼睛在这儿啊，在这个角上面啊，中间流出来，皱着眉头，被皱了。打虎的皱着眉头啊，被皱的也皱着眉头。好，我们刚刚说了，鼻子呢也是一个圆，对吧？鼻子也是一个圆呐，整个在这儿啊，在这儿。鼻子中线啊，中线两边儿。整个这一块都是它的一个鼻子头的一个肌肉区域啊，一个肌肉区域，皱着鼻头啊，皱着鼻头。嘴巴里边的墨色啊，注意点这种浓淡，干枯浓淡。可以适当的注意一下啊，注意一下里边的这种墨色啊，给它区分一下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圆给它鼓起来啊，要鼓起来。那么是通过这个什么，通过胡须的这个黑点来体现它的一个外轮廓啊，体现它的一个外轮廓的面貌。哎，就通过这个点呢，通过这个点啊。那么这一块是颧骨啊，颧骨。
对称的啊，两边对称，把脑袋这个轮廓，哎，给它画出来是吧？哎，这块是对称的。旁边呢就是这种白色的须，稍微勾一点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呢，把头上这一块啊，揪起来的这一块，揪起来的这一块啊，王老虎已经被揍变形了。腰带画多了不多啊。那把头的这个轮廓啊，从这儿开始，哎，给它收拾起来。老虎，然后耳朵在这一块啊，耳朵在这一块，这只耳朵就在这儿。让它揪住啊。好，头揪住了。看一看这个后背啊，这一块这几根线好像画长了一点。
好，差不多就是。爪子要勾好啊，这块要勾，给它勾出来。这块爪子给它勾出来之后啊，这个指头这块啊，好，大毛爪啊，这个而身体呢是比较小的了，到后面去了，身体啊特别窄了啊，比较窄了。那么老虎这个后背这一块，它是基本上是在的尾巴、臀部这一块啊，从它的这个肩膀这一块出来，对吧？肩膀可以稍微高一点也没事，低一点也没事。然后就是个尾巴。这不消失了啊，让它消失出去了。这不是已经都快画完了吗？还不一节课能画完吗？不已经都快画完了吗？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颜色稍微染一下就行了吗？这还耽误了半小时，对吧？那下面的手画小了啊，主要是这一段画长了，导致这个手画小了。把颜色染一染。头巾可以染个3青色，得亏是蓝色的啊，别整成绿的了。那这种染色呢，它基本上就是一种平涂了，没什么技巧了啊，没什么技巧了。
对吧？基本上就是平涂。然后一些这种褶子的地方啊，可以稍微加重一点，其他的倒没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了啊，比较简单。那再用淡一点的这个颜色，顺烧了就把这一块呢它画出来了啊。你也可以是偏花青一点的蓝色也可以，先画着啊，画着回头再改。啊，上面衣纹好像这花纹还没点啊，一会儿把花纹再勾一勾。衣服呢就是一个朱砂曙红的一个颜色啊，朱砂和曙红的颜色，一般呢先用曙红打个底，然后呢再覆盖朱砂，那么这个颜色它就比较亮。所以应该先啊底下用曙红打个底。干一点，哎，从手胳膊这开始啊，曙红。我们先染呢这种面积比较大的这种颜色，里边的一些什么，还有一些装饰性的这种颜色啊，我们稍后再染。你也可以按照这个衣纹的结构啊，起伏结构来染也可以。这看花眼了哈，挺多。
哎，把它染错了吗？好，红色呢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这样的。干了之后啊，再染别的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可以把这些装饰性的东西画一画，也可以把老虎啊先给它染一染啊。可以拿个赭石色啊，把老虎先染一下。老虎也比较好染啊，这个老虎呢也没什么，也算比较好染的了，没有什么，不像咱们之前画的单只老虎啊，那不好染。那么这个呢，它比较好染一些。在呀，在318里边啊。咱们的课程只要是老师直播过的，都在318里边。哎，加一点点墨啊，加一点点墨，加一点墨，尤其是鼻子这一块啊。来，从这个鼻子这一块开始啊，从额头、鼻子这一块开始染。呀，太浅了。啊，从这一块开始染啊。鼻子啊要统一起来，虽然说它里边各种颜色啊，这个什么肌肉褶子特别多，对不对？但是咱们要给它统一起来啊，统一起来。看用笔要灵动一点啊，顺着一点，稍微顺着点啊。稍微顺着点。
好，加点水，要画出这种深浅的变化，形体让它转折过去。这种毛发还得顺着它来啊，还得顺过来。哎，到这儿之后，它身体的这个毛发又发生了改变了啊。两边啊，朝两边散开。打开。好，笔尖蘸一点淡墨啊，还是这个带有颜色的这支毛笔啊。蘸一点淡墨。好，不要太重啊，墨色不要太重。衬湿，对吧？如果它里边有一些比较毛茸茸的地方，我们衬湿给它画出来。被揪住的地方。面部啊也是，头部这一块啊重的地方啊，再来衬湿的时候呢，用这个淡墨加赭石的这个颜色啊，给它染一染。在重的地方重一点。我用的是卡纸，不是红心纸。最近没有用红心纸了，最近老是画一些最近老是玩，一会儿用胶，一会儿用矾，对吧？所以没有感觉最近都没有正经画画啊，最近都在像做游戏一样。所以红心纸没用。
来再把后面可以等它稍干一点再画第二遍啊，也可以呢趁湿了再用赭石加一加。等会儿再画吧。后面背后的这块颜色呢，自然而然要浅一点啊。鼻子染朱砂，等会儿啊，鼻子呢现在不是染赭石啊，朱砂还没挤呢，我先把这个赭石色的地方全染完。最近感觉是没有好好画画，你看一会儿玩胶，一会儿玩反，一会儿呢泼彩，都干了些什么？回头认真画几张啊。被揍趴下了吗？不就是被揍趴下去吗？让颜色啊浅一点，然后用这个墨，笔尖蘸一点墨，淡墨啊，干一点啊，淡墨干一点，调一调。把重的地方再加重一点啊，重的地方加重一点。淡的地方呢，暂时先别管它啊，先别管它，回头把地面呢再烘托一下啊，然后把鼻子染一下，鼻子是朱砂，那么现在我们挤一点朱砂，正好呢朱砂要染衣服了啊，要染衣服了，所以正好这个程序就是这样啊。
染色的蓝云老师开多少期就跟多少期，谢谢啊。来，朱砂。稍微留一点点这个，留一点点啊，这个小高光啊，留一点，然后用这个朱砂色呢，就把衣服给染了啊，多挤一点。才看到画秋荷吗？你不天天都跟吗？闲云鹤来，你不天天都看吗？还没有干啊，没干，应该等它干了之后再染。咱们最后再来染人物的这个面部，还有胳膊、手。好亮啊，这个颜色。灯光应该调暗一点啊。光线是不是有点？我发现如果是用铺白纸，这个光线显得特别亮，但是铺那个花蘑菇、铺那个黄纸啊，同样的这个光线呢，感觉要亮暗一些。哎，让它稍微暗一点，太亮了。对，今天改案例了，没事，可以慢慢画嘛，慢慢看。闲云鹤来是不是也是老师啊？
哎呦，帅气啊！眼睛都快亮瞎了。我们把它这个里边这些小花纹呢，给它勾一勾啊。还写书法呢。把小纹饰勾一下。那这小纹饰啊很简单啊。现在因为染了色，旁边这个都有点湿了，所以你看看现在这个染老虎啊，染这个衣服啊，旁边弄的都阴过去了，有点湿啊，有点湿。神情还在反抗，反抗也没用。这个什么纹饰啊，就乱画就行了。染的时候啊，要染成这种一块一块的感觉。好，还有衣领。赵尚昂的不错啊，黄欢武的也不错啊。下礼拜呢，我带大家再画一些黄欢武的啊。黄欢武的我找了几张还不错。学习一点这种有点偏西方这种朗士林这种风格的啊。黄欢武有些作品呢，它偏这种。
就染色染的特别的有立体感，有阴影的感觉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啊？咱们画几张试试。然后有胶的同学，大家把胶准备好。有好多同学之前因为上那个课啊，买了胶，对吧？买完之后又没怎么用，他们买的晚呢，买晚了，老师课上完了，案例画完了，对吧？我带着大家把大家买的东西，买的胶啊这些东西啊，帮大家消耗一下啊，造一造。不然光囤货不用那不行。带着大家把这些东西都用完啊。没有送画啊，没有送画。哎呀，众口难调啊，我这都调不好了已经，以后就单纯一点啊，每个课程呢，写意就是写意，摸骨是摸骨啊。调一点这个淡淡的赭石佳墨也行，或者是什么焦茶也可以啊，焦茶或者土黄，调一点墨也可以。啥呀？啥说的是你啊，猫头鹰？没说你啊。哎，调出这个颜色啊，差不多就这样的一个颜色，比焦茶呢又浅，焦茶颜色太重。我是不我是无意的啊，我是不想和大家和其他的一些老师撞车的，但没想到还是撞了，无意与大家撞车啊，所以我尽量的避开，对吧？别人讲什么阎伯龙，我尽量不讲，那不讲吧，有的同学还是非得让我讲。所以要与大家避开啊，避免撞车的唯一办法呀，这搞不好最后就只能创作了。你看这阴啊，之前阴开了，勾完之后这都起这个毛边了。
啊，差不多染一下就可以了啊。哎呀，不需要疏通啊。白云老师好说话，就是太好说话了，太心软，好说话，特别容易心软，容易让人给利用了啊，不好。然后飘带呢，染点紫色，紫色你可以用刚才的曙红调一点这个蓝色进去啊，比如说三青啊，对吧？三青这不有现成的蓝色吗？刚才用的，哎，就是这个紫色，把这个飘带给它染一下啊。那么染的时候染一些重的地方。你也可以等等干了之后再染，现在这一片呢都有点太湿了，湿乎乎的。染的时候啊，不要每个地方都染到，留一点白色，留一点空白，留一点空白啊。这个蓝如果觉得太浅了，可以用那个，可以用点花青啊，用点花青。好了，一会儿就可以染这个面部啊，可以开脸了啊，马上就能开脸了。开脸，小嘴巴太红了啊！这嘴巴怎么给染那么红？有没有橡皮擦呀？像它这个颜色呢，染的就比较的这种连环画的感觉，就特别明显，对吧？特别重啊，这种光影式的这种感觉，并且没有什么颜色变化，基本上就是一个赭石色。基本上啊，它染的这个就是一个赭石色。你也可以稍微让它有一些变化，也可以。咱们可以按照咱们的方法来染呢，来三滤啊，三滤加朱砂啊，三滤加朱砂，朱砂有了，调成三滤。要找一支干净的毛笔啊。三滤，调点朱砂，灰灰的。
那你看看，调出这么灰灰的这么个颜色啊。其实也有肤色啊，现在有肤色，有一种颜色，我看啊，我这有这个吉祥的颜色啊，看吉祥的这个颜色有鸡色，看到没有？肌肤的鸡色，我还买来从来没用过呢，比较嫩的一种啊，黄，其实也得需要再加工。啊，这个颜色太嫩了，我还是自己调吧，就调出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可以了啊。朱砂调3绿，好，开始。那么染色的时候啊，从一些深的地方开始染啊，深的结构的地方开始染，比如说眼窝呀，对吧？你看，看着啊，放大了颜色有一点变了啊。看，从一些重的地方开始染，看到没有？从一些重的地方开始，把体积感染出来。看鼻头啊，鼻底啊，哎，这个颧骨啊，是吧？额头，颧骨，看大眼睑，下巴，先全都是重的地方，看到没有？结构的地方、骨骼的地方啊，这些重的地方、亮的地方啊，全部啊先留下来，先留下来。好了，染差不多之后，再来，还是这个颜色，笔当中啊加点水啊，加一点水，知道吧？笔里边加点水。好，我们要把一些高光的地方啊，鼓起来的地方留住，其他地方稍微给它收一收，给它收一收啊，不能大面积的这种空白啊，那不跟没有染是一样的吗？对不对？然后眉弓骨、颧骨，是吧？哎，该留的留一点，笔底该重的重一点，人中。加水啊，对
把这个块面，哎，用清水给它盖住，眼睛下面这个块面，清水来一点，留出一点点这个颧骨就可以了啊。那么耳朵呢，这个起形探条起的，现在弄得有点脏啊，有点脏，留橡皮擦。起成这种感觉啊，大概呢，这画成这种感觉。再来一点这个朱砂啊，重的地方，也可以用这个赭石也行啊，加点赭石吧。重的地方啊，加点赭石，加点赭石。啊，赭石啊，眼角。把这些重的地方啊，用这个颜色稍微染一下。嘴角，鼻底，鼻翼附近，这边鼻翼附近，颧骨附近，眼睑，眼角，打中啊。该留白的地方一定要留住，一定要留住啊，要守住，千万要守得住啊。来，那么再来看胸前这一块，脖子这一块啊，这块一开始皴的时候，这个毛笔太湿了，皴的不是特别的好。这个窝窝的地方啊，肩胛骨，这不是肩胛骨，差不多啊，快到这是肩胛骨这一块，哎，不是肩胛骨，这个叫什么骨来着？锁骨，锁骨。重的地方可以重一点。好，来再来啊，再来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可以调一个一开始的这个颜色啊，这个来一点曙红，一开始的这个
这是三氯调的朱砂嘛，对不对啊？三氯调的朱砂，我们现在往里边稍微加一点点曙红进去啊，加一点曙红进去，加一点点藤黄，加点曙红，加一点藤黄啊，大概是这么个颜色。也有的呢，也是加一点白进去啊，有的呢，它还加一点白，你可以试一试。我找个白色，我一般很少加白啊，我一般画人物呢很少加白，不是我忘记擦了，是我没有擦，没有橡皮擦。挤一点点白啊，别多了。皮肤也不能太红润啊。那么底下的颜色，哎，可以给它照一下。就不要太亮了啊，这些地方都不要太亮，不然的话太跳跃，对吧？那么面部同样如此啊，该照一点的颜色呢，稍微照一照啊，再来一遍，你看用这个颜色，仍然是画一些重的地方啊，以重的地方为主嘛。色色很重要啊，这个呢主要就是色色。怎么让它有立体感、有体积感，不平，对吧？很多同学画的这个就特别平面，平涂。那么平涂的适合什么样的啊？适合这种古装人物，适合这种传统的仕女啊，像那样的你可以平涂啊。好，有的地方我加一点这个加一点胭脂啊，整点胭脂啊，一点点。这不已经快画完了吗？还会画得完吗？这不差不多了吗？就重的地方再稍微来一点胭脂啊，一定要很淡很淡的啊，干一点。有一点血色。少加一点啊，毕竟是个男的。好了，嘴唇呢，等它干了之后，我们再来染啊。嘴唇呢，它这个画的比较红，你等干了之后，整点朱砂，朱砂加一点曙红，我试一试啊，是吧？淡淡的啊。呀，粉了粉了，粉嫩粉嫩的。加点赭石吧，太粉了。等它干一干，我们先染手啊，先把手再染一下啊。
按照这个程序把手接着可以染一下了啊，还是这个程序步骤。哎，这不是染出来也挺好看吗？是不是？好，把手再染一染啊。哟，蹭纸上了，印了一大片，我的妈呀！来手它就颜色是差不多的一种感觉啊，其实是差不多的。重色啊，先上重色吧。三绿啊，调赭石，调出这个灰灰的这个度啊。关节的凸起处要留出来啊，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高的地方啊，给它留出来，低的地方给它染进去。这个大拇手指头这块肉比较多啊，给它染出来，鼓起来。凹下去的地方，哎，给它染进去，染深。再加一加啊，特别重的地方啊，可以再加一加。啊，特别重的地方加一加。那么这种体积感啊，肌肉感就有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就可以用这个刚才的这个颜色，刚才染的这个肤色啊，就是三绿调完赭石之后啊，染的这个，然后呢里边加了一点点藤黄进去，我就照染一下啊，照染一下。照染的同时，有些地方啊，该留住的地方啊，还是尽量给它留住啊。稍微让它偏黄一点。有些地方要偏什么？偏红一点。偏红一点可以用赭石，或者是赭石里加一点曙红啊，加一点曙红进来，是吧？再把这个暗的里边啊，加一点红进去，特别是关节处啊，关节处得有点血色啊，血色呢就加一点这个红进去啊，它就有血色了。
否则没有血色，对吧？否则没有血色啊。空白的地方用水啊晕一下啊，晕一下。水晕一下啊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嘴巴等它干了，我们再画它。嘴巴太湿了，现在没法画，没法画。像这样的，你也可以拿这个清水啊，现在啊，你可以拿清水啊，把面部啊这些地方啊，都给它稍稍给它染下去一点呢。你如果觉得太亮的话啊，觉得太亮，感觉不喜欢这么亮啊，你可以呢稍微给它染进去一点。清水加一点点颜色，那它就更平面一些了，对吧？那么这种画法呢，这种染色技法啊，就是咱们现在一些画人物画，一些画人物画的，比如说你从一些展览上看到的啊，一些标准的人物画的这种染色的方式。喝口水啊。一种标准的可以画出很写实的这种感觉啊，特别是画现代人物，这种手法是能够把这个人物染得非常的写实，明白吧？比如说天津美院的一些老师的这种染法，对吧？好，那么头啊，先这样啊，我们把底下这个手啊，底下手因为画小了，造型这个没法弥补了，现在有一点不大好弥补了。这上面这块画多了，画长了，导致底下的空间不够了，所以呢画小了。有些地方可以皴一下，上面呢这个可以稍微皴一皴。哎呦，就是这个空间不够，你看到没有？是这个空间不够啊，现在是，对吧？这一块的空间感觉不是特别够了。好，稍微皴一下还好点啊，皴一下感觉还凑合。因为这个是在前，这个在后，对吧？它一定要把这个空间感一会儿呢得给它染出来啊。那么这个空间感只能是靠染了，只能靠染色达到啊。同样是一个平面的东西啊，空间感，你想要有空间感的话，只能是靠染色了。所以先把一些需要墨色的地方啊，给它给足，给够了。好，继续用刚才的这个肤色，这个颜色，那么可以以赭石为主啊，先来赭石，看看淡淡的啊，不要特别重，一定要淡，一定要淡。那么给在哪儿呢？
还是这些凹进去的地方啊，结构的地方有点太红了。再浅一点啊。用的卡纸啊，这也不是什么新技法，这之前的那个什么课里边不也有吗？之前画那个小兔子的那个，画了个小女孩吗？其实有的画现代人物啊，他就是会染色是最重要的啊。起形呢，大家基本上啊，稍微学过一点的都能起好，但是染色啊，好多同学都不知道怎么染，根本不这个东西，不给你讲解啊，不演示给你看都染不好啊，光给你讲不演示你都是稀里糊涂的，知道吧？那么这种染色方法，也是读本科的时候，我们有个老师啊，一般老师呢课堂示范呢，他不会做特别完整的示范，不像现在啊，不像我们这样的啊，给大家完整画一张完整的案例呈现给大家看，不可能啊，大学里边没有这样的，很少。那么我这个染色也是看他有一次呢，他给我们做示范，那个老师还挺好，做了一个完整的示范，示范完之后就茅塞顿开，知道吧？茅塞顿开，原来是这样的啊！我说怎么染不好，是不是？然后就记住了这个感觉啊。所以有的东西有的人说，就像大家，我有时候看大家的这个群里聊天啊，有人说现阶段咱们最重要的是要什么自己临摹啊，自己多临摹，是不是啊？说什么该断奶时候要断奶，还没到时候啊，不要高估自己了，差得远着呢。当然我也没好意思这么说他们，对不对？自己这个怎么觉得可以？你觉得自己能画那也行啊，是吧？那我们这样的，我都不敢说自己不需要学习，也得学习吗？靠自己还是不行啊。有时候不也想出去进修进修，这个手还是小了，好一点的还是小啊。整体呢这个效果就出来了。把背景补充一下啊，我们现在把背景补充一下，把背景地面不处理，这个老虎的这个形啊还出不太来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怎么可能学一下就会？我不说了，看完之后茅塞顿开，接下来就是要自己训练了呀。你以为老师像我们一样啊，天天给大家整一幅完整的画呀？不可能啊！有的就看一看，说两句啊，这没画好，那没画好，明白吧？真是你们就学
你想让他给你画一张完整的画，给你一边画一直讲，不可能，是不是？偶尔给你讲一讲，心情好给你讲一讲。你问他的时候，他也会给你讲。不问他，他应该都不会管你啊。这个就是靠自己，真的就是靠自己去练的，去练这种染色啊，特别是肤色的染法、面部的染法，只能是了解了这个基本的程序之后啊，反复的自我训练啊。就是靠自己啊，这个东西就是老师只能起个点拨的作用，在学校里边，你明白吧？老师就点拨你一下，点拨通了就通了，没点拨通你就再可能要花好久的时间。所以说，这种还是兴趣，作为一个兴趣，对吧？像大家一样，就好一些啊，没什么压力啊，起码。那么在学校里也是啊，有的同学领悟能力强一些，他就学得快一些，进步快一些，进步慢的就特别着急了。现在是尺寸是多少啊？尺寸是45宽啊，我裁掉了一截，裁掉了多少？我裁掉了，本来是65，裁掉了大概20。哎，那也不对啊，我这一扎是20吗？65减20不就45了吗？这宽也是45，高也是45吗？不对呀、我的尺子呢？哦，这是对，拿错就错了，这不是那个纸啊，这是100乘以50的，宽是50，长度是50，81啊，82，长度是82，宽度是50，长度是82。那张画小了，然后没有那个大的纸了，本来是。那张那个老虎画大了啊，我没有那个同尺寸的纸了，我就拿了一张大纸，又重新裁了一下啊。好，把背景给它补充完整啊，背景补充完整。所以这个学习都是不断学习啊，就没有停，没有就是学好的时候，没有停的时候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很多还有进修啊，读个访学呀，像这样的啊。诗有的时候不是古人不说了吗？要么师法自然，学了别人的还得学什么？还得学自然，对吧？师法自然才行。学无止境。
这个就画的比较粗犷啊，粗犷一些。浓破淡，对吧？哎，浓墨破一下淡墨。这个背景就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啊，稍微处理处理，然后把尾巴那块又给它挡一下。粗犷一点。边上啊，淡淡的呢补一点就可以了。好，差不多啊。回过头来，我们把这个嘴巴，性感的小嘴唇，那应该是个上面不是尾巴，上面应该是个树干啊，应该是个树干。嘴巴呢，我们加一点赭石吧，这个太红了。大英雄怎么能涂个口红呢？整点赭石。哎，整点赭石好点，还是没干啊，没干，不是特别敢染。干了之后好一些啊，你等它干了之后再染啊。没干。哎，这样感觉舒服一点啊，这个太红了，太红感觉特别难受。这个感觉好一些了。老虎的眼睛是吧？对，原案例那个特别粉嫩啊，有一点太粉嫩。眼珠子重墨，浓墨，浓墨点一点啊。提一提，眼珠子可以偏黄一些，
用那个赭石，然后呢加一点藤黄调一下，或者直接用鹅黄啊调一下也行。就是要稍微浅一些啊。哟，我这搞错了，我这是上一次的金粉，我还以为是藤黄呢。先外圈重一点，里圈加一点水，是吧？加一点水啊，所以这个染色是有技巧的啊。我再来点赭石，鼻子，染一下，再拿白色把胡须勾一勾，白色把胡须勾一勾。这个小毛笔，白色呢要浓一点啊，要浓一点。还有一个事情啊，给大家说一下啊，就是咱们交的作业啊，我现在就不一一点评了，不是不一一点评了，就是我回头采用这种录视频的方式啊，我会把那个作业那一块录视频，然后分群录啊，比如说今天我点的是1群的，然后我按照大家交作业的那个时间，比如说现在作业积攒的比较多嘛，有的同学的作业还是比如2月22号的啊，交的作业我还没有点评，对吧？那么如果2月22号啊、23号、24号，或者3天啊，3天，那么我集中就点这3天的作业啊，录一个视频，每个视频争取不超过半小时啊，不超过半小时，那么大家就可以对应着啊，对应这个日期，就是大家上传作业的那个日期，明白吧？我的标题我就写着啊，22至24日的1群22至24日作业点评，2群22日至24日作业点评，这样的，那么大家就得辛苦大家啊，自己去翻一下视频看啊，好吧？这样点评的快一些，如果一个一个的点呢，就比较慢，而且那样点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那样点大家能够看到老师讲的具体，说你作业哪个地方有问题，之前都是用语言去描述，是吧？比如说小鸟下方往左第几片叶子啊，有什么问题，都是这种语言去描述，就特别麻烦，费时间。那么录视频的方式，我采用录屏的方式，大家就可以，我用鼠标在上面滑动一下，大家就能看到了，更清晰一些，对吧？更直观、更清晰一些啊。那么有的一些共性的问题呢，我也可以少讲一些啊，就一遍。那么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啊这个效率高一些，否则因为现在人数已经比较多了啊，这个效率太低了，而且还特别繁重啊，这个任务工作量特别繁重。
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啊。这样呢，我能腾出点时间出来啊，否则我天天就没有时间想别的事情啊。像比如说我之前答应大家啊，那张那个泼彩的蜀轩泼彩的那张画，我都没有时间去画它了，现在都是。包括以后还说给大家画这个团扇，对不对？像这样的课程啊，我准备一部分呢采用自己的这种创作案例。那么因为这个课程弄的现在都没有时间，没有精力去创作。好吧，我就反正点评完我就上传到那个视频里边啊，然后大家对应着自己看，对应着你自己在几群啊，然后几号交的作业，自己心里稍微你可以在群里边翻一翻，因为你们交作业的时候都有日期时间嘛，自己上那个群里边翻一翻啊，这样效率高一些啊，否则效率太低太低啊，太低。好了。那么这一张啊，这个武松打虎画完了啊，画完了，差不多就这样了啊。武松打虎，好吧。有新来的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我看看今天粉丝有没有破 1.3， 还是 1.3 吗？呀，怎么还 1.3 呢？快，新来的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，截图吧，截吧。咱们的课程链接在1号链接啊，像这样的课程啊，都是在1号链接，所有的课程都在1号。对，你可以一起交啊，反正以后我就按日期啊，按照大家交作业的日期上传。我的那个作业点评的题目，我就是以日期大家交作业的日期为主啊，你就记着你自己交作业的日期就行了，好吧？这样呢也好找。赶紧交啊，赶紧画呀，对不对？该画得画啊，该交得交。好，那咱们今天课程，哎呀，我看看今天呀，今天忘说广告词了，是不是？没有销售量。行了，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啊，到这为止了。我画过几遍，我这第一遍啊，是第一遍，我没画过。然后之前就是这个画坏了嘛，老虎画大人上面的位置不够了啊，不太够了，所以又重新画了一下。视频对啊，视频都放在这个班级群里边啊，视频呢就我直接传到咱们的课程里边啊，专门建一个模块，就是作业点评模块，好吧，到时候就放在里边啊。
好不好？太有意思了，怎么有意思了？对对对，我回头把尺寸改一下啊，尺寸改一下，不完整，我回头发到粉丝群里边啊，会发到粉丝群里边啊，你就进粉丝群就行了，回头我直接发粉丝群。今天的广告没做好啊。好了，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明天我就发到那个群里边了，横过来我还得收拾桌子，瞅瞅，那你就这样解吧，我也懒得收拾了。接好咱们下课啊，接好咱们下课。周六周日特别累，周六周日看孩子，熊孩子都在家，做一个好，咱们你看这还浪费了半小时，对吧？头半个小时还浪费了啊。咱们今天课程就到这吧啊。我看看明天我看看啊，明天有可能不能上课啊，回头发通知吧。如果有事的话发通知啊。各位晚安，拜拜。啊，谢谢菊妹啊，谢谢菊妹，闲云何来，君子，还有 Lily， 感谢大家的这个打赏啊，菊妹又破费了，谢谢，拜拜拜拜。